们这是怎么了？我们不是一直在追查宇文护的藏金之所吗？如今终于找到了，宇文慧也中箭身亡，从此宇文护一家再无任何危险。你们为何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藏金是找到了，可接下来？接下来，自然是将藏金运出来，上缴啊！上缴给何人？皇帝啊！你们的意思是？原本确实该如你所说，这笔藏金该上缴给皇帝，再由皇帝支配于你。可如今皇帝刚愎自用，重用赵月等奸佞，只怕这笔藏金最终会被奸人所利用。自灭其后，皇帝野心日盛，一心想攻打陈国，只因国库匮乏，难以支撑，才一直未能成事。若是他知晓了这批藏金的存在，只会增强他攻打陈国的决心，最终受苦的是更多的百姓。是啊，眼下的确不是上缴藏金的最佳时期。那便再等等吧。好，但是如今这笔藏金再放在此处已经不安全了。我们能找到，只怕其他人也能够找到。眼下能藏匿并保护这批藏金的最佳人选，便是徐大哥你了。徐大哥，你不要忘了，这批藏金中也有你们家族的一份，如今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接下来就有劳徐大哥守住这批藏金，以待来日用之于民。好，徐卓，定当竭尽全力。杨坚总管定州期间，得独孤伽罗、独孤善以及定州刺史耿康从旁协助，并取出部分藏金，用于定州的治理，以改善民生为第一要务。兴水利、均田地，男女老幼各有其田。独孤伽罗以教授妇女刺绣，又得徐卓相中，卖往各处。一段时间后，定州百姓耕者有其田，住者有其屋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口大大增加，成为大周的富庶之地。杨坚离开长安后，宇文邕下令以儒为本，禁佛道二教。周国境内熔佛焚金，驱僧破塔，毁寺4万，强制还俗僧道尼达300万之众。绝大多数人无田地可耕，无生计可谋，一时间北周四处动荡，民心不安。转眼过去，定州在杨坚的治理下物阜民丰，杨家的几个孩子亦长大成人。杨丽华亭亭玉立，杨勇英勇神武。杨坚与伽罗也已适应定州生活，闲时弹琴作曲，上山狩猎，忙时处理政务，夫唱妇随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参见陛下。朕交代你的事情，办得如何了？回陛下，连日来，微臣亲自暗访定州，发现定州确如一些大臣所说，已到了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的地步了。百姓安居乐业，人人称杨坚为恩公。他杨坚可谓是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恩公，莫说百姓了，就连朝中的一些大臣，也因这几年定州赋税上贡最多，私下里对他是大加赞赏。如今这个人，可谓是声名日盛，众心所向啊！众心所向。定州的兵都还安分吧？表面看来，定州兵力寥寥，杨坚平日除了处理公务，便是弹琴狩猎，并不关心公事。不过杨坚与独孤伽罗此二人皆心机深沉，是否有别的心思，那便不是微臣敢妄加猜测的了。但此二人能于短短时间内，在一方站稳脚跟，
得一方百姓拥护，实在是不容忽视啊，陛下。哼，小小杨坚，何足为惧？这是朕的天下。杨坚他再有通天的本事，也只不过是朕手里的一只蝼蚁。他再不翻腾，也在朕的鼓掌之间。陛下说的极是，不说别的，就说那杨广在宫中为质子，他杨坚就不敢有其他想法。王曰：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走远千里，必将。孟子对曰：王何必曰礼？亦有人矣。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王将士庶人曰：何以利吾身？上下交之利，而国威吾身。走不远千里而来，亦有人有而疑曰：何以利吾身？上下太子诸位公子，一定要将方才教你们的内容再用心诵读一遍。我去就来。啊，好，是太傅。哎，嘿，方才你是不是想向太傅告密呀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最好是没有，不然本宫饶不了你。哎，一会儿太傅那儿也靠你帮我们应付了。你可别出卖我们，呆子！你们做什么？这帮臭小子，他们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们没有欺负我，我们只是在玩闹。玩闹？我刚才都看到了。你呀，你同你母亲一样，要强。我母亲什么样，我并不清楚。阿广，你不能这么说。你要知道，留你在长安，你父亲母亲那是情非得已。你要理解他们，不要怪他们。我没有怪他们。高伯父，太傅快回来了，你先走吧。啊，太傅。太傅，好了好了，你不必再帮他们找借口了。这个太子啊，太不像话了，太不像话了。哎，好了，接着念，再念3遍啊。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好，好，来，快来！哎，你看他们。哎呀，累了吧？来，吃个水果。殿下，今日咱们给太傅下药这事儿，是否过分了点啊？这要是被杨广说出去，我父亲会扒了我的皮的。杨广啊，哼，他不敢。就是，一个无父无母的弃子，能做殿下陪读，就应该感激不尽了。若敢告发殿下，那他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我们今日出来玩，就别提那些无趣的人了。杨广他以前都不敢，今日更不会例外。对，没错。喝酒吧。来。哎呦，宝贵，本宫今儿就这儿歇了，这儿歇了啊！咱们回宫歇息，回宫，殿下。回宫睡就回宫睡，走。殿
殿下您慢着点。走，你都不知道今日我们喝的什么酒，宝贵，全长安只此一壶，还有好多美人伺候我，你在宫里都没见。陛下，宝贵，本宫还没成为陛下呢。哎呀！混账东西，干什么去了？父皇，身为东宫太子，不思进取，贪图享乐，诗书礼乐一概不懂，治国之道更是无从谈起。文不能治国济世，武不能上马安邦。如今居然学会偷出宫喝花酒，若不是太傅告诉朕，朕又要被你骗了。我，宝贵！你今晚就跪在这儿，好好想想，如何纠错正身。不到天亮，不许起来。你为何不早说你？殿下，陛下让咱跪着呢。殿下，太傅，微臣不是早就说过，凡事要隐秘行事，不可张扬。你这不是明摆着惹陛下生气吗？今后宰相出宫，交给微臣安排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还是你最懂我呀，太傅。陛下心里明白就好，此事不可张扬啊！好，微臣不宜久留，如有需要，随时召唤。太傅，那你快回去吧，啊，去吧。又在想阿广啊？也不知他如今过得怎么样了。吃饱了吗？睡得好不好？开不开心？关于他的一切，我都想知道。我也想念阿广。我为人夫，却不能让你们母子团聚，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，是我的错。是我错了，我该处理好与他的关系，我该阻止你进宫的。伽罗，若是像你这么算下去，人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做什么都不对，出身是错，出生也是错。说到底，终归是因为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，所以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也不尽然。在这千变万化的世道当中，若是我们能把握好机会，未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伽罗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想尽办法，让我们全家人平安团聚。我信你。大郎、伽罗，你们看谁来了？高大哥，二弟啊，哎，哥哥想死你了。高大哥，伽罗，
你还好吗？好。哎，这位是灵儿。灵儿，快见过你杨叔父、杨叔母。高陵见过杨叔父、杨叔母。你看这孩子，这孩子都让他父亲给惯坏了，一点女儿家的样子都没有。我看他很有高大哥年少时的风采。哎，那是自然了。丽华、永儿，来。见过义父义母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孩子们都长这么大了。哎，你我一别多年，这孩子可不就长大了吗？可不是嘛。哎，今日看到你们夫妻二人过得如此安逸，我这做大哥的心里就放心了。哎，大哥，最近长安如何呀？孩子们都进屋去吧。灵儿，来，跟我们去屋里吧。丽华、永儿，好好招待灵儿。来，大家都坐吧。坐。大哥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自从你们离开长安以后，这皇帝啊，就再没人能劝说他。他先是下令禁了佛道二教，又命那些僧侣尼姑通通还俗。二弟，你说如此众多的人，他能去哪儿啊？现在可倒好，令大周动荡不安，隐患甚多。我看啊，如今也就你们这定州地界还算安稳。他终究还是这么做了。这文武百官，竟没有一个可以劝谏的吗？哼，大郎，如今这皇帝啊，早已不是当初我们认识的那个三弟了。我每次劝谏，他不是爱答不理，便是出言斥责。现在好了，干脆连面都不让我见了。怎会如此？嗨，不见就不见吧。二弟，你大哥我就是粗人一个，若是哪天说错了什么，他不得砍了我脑袋呀？哎呀，这样也好。再说皇帝要出兵伐陈，我这次回去之后，也就要准备出征了。高大哥，你要率兵伐陈？是啊，如今陈国招兵买马，不断在两国边界制造事端。不过说起来，我也好久没打仗了。这次我一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。你这次一定可以再立战功的。哎，二弟，还是你了解我。高大哥，你和夫人远道而来，我与伽罗一定要尽地主之谊，好好招待你们。今夜就留下来，咱们不醉不归。好，咱们就不醉不归，喝。大郎，在想什么？其实这些年来，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一件事。私自留下那批藏金，始终是觉得有违微臣之道。你说我这么做，是否算是不忠不义？这些年皇帝待你如何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况且你这么做是为了百姓，此为大义，可不拘于小众。有你懂我，那就够了。我们回长安吧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杨广，其实我也恨不得立刻回到他的身边。但是你忘了，当年我们为何会来定州了吗？所谓伴君如伴虎，更何况你们之间早已心生嫌隙。且如今皇帝到底变成什么样，我们并不清楚。我怕你这次回去，又横生灾祸。长安本就是个是非之地，若不是因为阿广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回去。可是为了他，即便有再多的祸患等着我，我也必须得承受。我心里明白你想出征，可主动请缨，我认为并非是个好主意。你这些年疏于军事，就是为了让皇帝对你少点疑心。
若你如今贸然主动请缨，只怕皇帝会对你有他想，到时恐怕更难回长安了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可如今似乎别无他法，我只能赌一赌。二弟啊，了不得呀！若是让三郎听了，他都得甘拜下风啊。这是什么曲子呀？听得我热泪盈眶的。这是我为伽罗做的帝后。帝后，帝后，哎，你是说你与伽罗的感情犹如这大地一般厚啊？这哪是如大地一般厚啊？这分明就是比大地更厚嘛！你们就继续取笑我们吧。这哪是取笑，分明是羡慕才对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好像咱们俩不恩爱似的。真的决定回长安了吗？回是一定要回的，只是还未想好怎么回。父亲、母亲，不如就让我跟随义父一同出征吧。等建功立业了，我便可以求皇帝让我们一家回长安了。永儿，你为何会有这种想法？母亲，即使你与父亲说的那些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我也明白父亲如今的处境。无论父亲怎么做，皇帝都有可能不允许我们再回长安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就让我去试试。我还年少，皇帝对我没什么疑心。等我建功立业了，我便求皇帝让我们全家回去。再不济，让我回去照顾阿广也行啊。好孩子，你的心意母亲都懂，但是你年纪还小，战场凶险，我不能让你以身犯险呀。母亲不能让一个儿子去为另一个儿子冒险。就是啊，这要去啊，也是我去。你不是说你最讨厌出征打仗，这辈子一次战场也不想上吗？为了阿广，我愿意试一试。永儿真的是长大了。勇哥哥人如其名，真英勇啊！哎，你还别说，这还真是个办法。如今皇帝对两个孩子的戒心，肯定不如对你们的重。先是广儿，现在又是四叔和永儿，我们家一直这样四分五裂的，以后我一定要让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。丽华，不论在哪里，家人的心在一起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可心在一起，人不在一起，也不是团圆啊！我实在不愿意这样颠沛流离下去了。被人安排来安排去的，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，自己的命运都无法由自己决定。臣高炯，草民杨爽，草民杨勇，参见陛下。高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回禀陛下，此二人乃定州总管杨坚之弟杨爽，与长子杨勇，他们自幼习武，英勇果敢。臣斗胆恳请陛下准奏，让他二人随我一同出征伐陈。恳请陛下恩准。哼，原来是杨家的人呐！快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多年未见，你二人出落的仪表堂堂，气宇轩昂，很有杨家的风范嘛。只不过高将军啊，你征战多年，应该知道这沙场凶险万分啊。这二位都是杨坚的亲人，若是有什么闪失，
你我岂不是愧对兄弟？这时候你知道是兄弟了。你说什么？启禀陛下，我杨家世代德穆皇恩，理应报效朝廷。如今陈国不断挑衅，我身为大周子民，又岂能只顾自己而不顾国家？况且陛下如此看重家兄，杨爽便更应该上阵杀敌，方能报答陛下对杨家的恩德。启禀陛下，杨勇不才，但自幼随父亲与四叔习武练剑，熟读兵书，想的便是有一日能够披挂上阵，为大周尽一份心力，还望陛下恩准。陛下，如今正是我大周用人之际，杨家又是一门忠烈，请陛下放心，杨爽和杨勇必不会辜负陛下厚望，还请陛下恩准。既然你们有如此报国之志，朕若再不恩准，倒显得有些护短了。那朕便准你们所奏。谢陛下。全军听令，杀！此番大败陈军，你二人功不可没。朕特封杨爽为正五品右小公伯，杨勇为正五品中士上士。诸卿都应当以杨坚为楷模，不仅自己能上阵杀敌、建功立业，还能为我大周培养出后继之才，以保我大周千秋万代。臣叩谢皇恩。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说吧。启禀陛下，陛下独尊儒，禁佛道二教，本意是想让僧尼还俗，以促进农耕不织。然而多年下来，却并未见到显著成效，反而杨坚治理下的定州却是成绩斐然，大有所为。此番征战虽大败陈国，但我方亦有损伤啊。高将军，臣在。将士的抚恤事宜，你可安排好了？回陛下，都已安排妥当。陛下，关于定州，那就好。陈国兵败，已无力再与我大周对抗，他们已派使者来求和。朕考虑过了，两国交战必定还是劳民伤财啊，所以此次朕会答应陈国的求和。众卿以为如何呀？臣等无异议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阿爽与允儿立下战功，我们终于有望回长安与阿广团聚了。你为何看起来反倒心事重重呢？哪有心事重重？我现在高兴得很呢。你别多想了。虽然明知一定得回长安，却也知前路艰险迷茫，对吗？当我决定回长安的那一刻起，便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不过，
我倒真的舍不得在这里的日子。这几年过得平安又喜乐，恐怕以后再难有这样的日子了吧。其实呢，只要身边有你在，去哪儿都一样。此次若真能回长安，我们一家人便再也不分离。这是新做的曲子吗？只做了一半，还不是太满意，请夫人帮我想一想。陛下，听说你不肯让杨坚夫妇回长安，你是不想见独孤伽罗，还是无法释怀？好端端的，提他做什么？其实臣妾心里还是高兴的。不管如何，你不让他们回长安，那独孤伽罗便不会再出现。你看看你自己，哪里还有皇后的大度与谦和呀？陛下，朕是天子，万事都要以大周的子民为重。杨坚跟随朕多年，讨伐齐国，诛杀宇文护，屡建奇功。朕将他贬去定州，他不但毫无怨言，还亲力亲为，将定州治理得像模像样。像杨坚这样不可多得的臣子，若朕不肯厚待，怕是会寒了满朝文武的心呐。陛下，那你为何又不让他们回来？杨爽、杨勇征战，高炯积极配合，便是为杨坚回归而铺垫，实在是有些欲取欲求啊。朕必得冷冷他们，先抑后扬。陛下，你是不是还忘不了独孤伽罗？朝堂之事，跟女人有何干？你我夫妻多年，你心里想什么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又何必自欺欺人？这个世上，不光有爱与恨两种感情。朕可以选择淡漠，不管不问，无怨无尤。皇后，你不必多说了。这满口堂皇不过是自欺欺人。伽罗，朕要如何才能将你放下？之前您交代的在定州兴办私学之事，下官已经着手在办，估计下个月便可以在两家学塾开始广纳寒门子弟了。学问是不分贵贱的，我们要让寒门弟子也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。今后的定州就要靠他们了。大郎，伽罗，怎么了，大哥？皇帝下旨了，让杨坚携家眷回京述职。恭喜杨总管，杨夫人。耿兄，
定州日后的大小事务，便全都交给你了。您不在，只怕定州的事务一时会陷入混乱，定州的百姓也会舍不得您呐。我自然也舍不得他们，只是有些事情，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下官明白，像您这样能力出众的人，是该回长安大展拳脚。此行，也不知是福还是祸。逃避不是办法，唯有正面应对。此番回去，千万要行事低调，勿再引起皇帝的注意，我们杨家才能平平安安。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希望他肯放过我们，还我们一个平安完整的家。不过想想，我们终于能见到家人了。臣杨坚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随国公免礼，谢陛下。随国公啊，你一路辛苦了啊！能再度进京面圣，臣感激不尽。朕当年派你去做定州总管，盼的就是你能帮朕治理好这一方土地。你果然不负朕望，在定州开水渠、灌良田、推均田、促布支，短短时间，便让定州的百姓安居乐业，也为朝廷缴纳赋税。不仅如此，朕还听闻，你近日在定州兴办私学，此乃造福后代之举啊！谢陛下谬赞。微臣愧不敢当，微臣只不过是将陛下的仁政在定州推行，定州有今日之成绩，全仰仗着皇恩浩荡。朕素来知道你不是贪功之人，但功就是功，有功之臣，朕必定重赏。朕封你为地官府小司徒上大夫，赏黄金100两，锦缎20匹。快谢恩呐！谢恩，快！谢陛下隆恩。还有啊，即日起，你要将治理定州的经验总结一番，并根据各州郡的异同，商讨出适合各州郡的治理方案。朕会下令，让各州郡派官员进京，与你一同探讨学习。臣领旨。母亲，您走慢一点儿。母亲是想早些见到弟弟。广儿，广儿。母亲，你在宫里过得好吗？皇后与太子对你好不好？没什么好与不好的。如今说这些有何用？我早已习惯了。广儿，大姐好。母亲，皇后已在御花园等我们了，我们赶快去吧。去晚了，怕是要被怪罪。广儿，我们一家人就要团聚了。是啊，阿广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，你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我没有担惊受怕，我在宫里过得很好，太子从没捉弄我，皇后待我也很亲厚啊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今后都会好起来的。母亲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别让皇后等急了。
臣妇独孤伽罗参见皇后。无需多礼，起来吧。谢皇后。皇后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您一点都没变。有些事情能变，有些事情却变不了。他们都长这么大了，这孩子长得倒挺像你的。我是母亲生的，自然像她。丽华，皇后面前不许无礼。无妨，咱们是旧相识，不必讲什么虚礼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渊儿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是随国公夫人，你幼时见过，可还记得？见过随国公夫人。本宫认得你，你是否叫杨丽华呀？没想到几年不见，你出落得如此标致啊！谢殿下夸奖。晕儿，国公夫人，陛下已经下旨，让阿广出宫，一家团聚。待会儿，你便可带他回去了。阿广，快谢谢陛下恩典。杨广谢陛下恩典，谢皇后恩典，谢殿下恩典。本宫虽未生养过一儿半女，可是这母亲爱子之心，天下皆同。快起来吧。杨广再谢皇后养育之恩。起来吧。你们回去吧。是。伽罗，臣妇参见。免礼，免礼，免礼。伽罗，一别数年，你没怎么变啊。臣妇老了。岁月匆忙，论起来啊，时光似是独独厚待了你，芳华依旧。陛下这么说，臣妇实在惶恐。陛下。臣妇还要带杨广回去与家人团聚。那你且先回去吧。谢陛下，臣妇告退。丽华，常来宫里玩啊！你不许跟他们家多来往。伽罗啊，你知道吗？今日皇帝称赞我，说我治理定州有方，所以啊，他特命我紧邻直管，将治理定州的经验总结下来，传授给各州郡的官员。大郎，我们费尽心思才回到长安，为的就是让你一展抱负，继续为国效力。但如今他只给你一个闲职，你是否会不甘心啊？征战沙场是为国效力，治理州郡难道就不是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说真的，如今我们一家人能够其乐融融的在一起，不必在两地分割，我便很满足了。况且皇帝他对我的戒心仍未消除，又爱听信小人谗言，眼下我能落得个闲职，算是侥幸了。你当真这么想？真的。况且我去临直管也没什么不好，我可以将治理定州的经验传授给那些官员，换一种方式为国效力嘛。另外，我今日去宫中接广儿，总觉得他有些不对劲。
广儿怎么了？广儿她时常眉头深锁，看起来像是有烦心事，说话也略显偏激。皇帝强留广儿在宫中做质子，而那个太子又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。看来我们的广儿平日里没少受委屈。可怜我儿了。你放心，过几日我会找他聊聊。我相信啊，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在一起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哇，这灵芝馆真大呀！我大周各州郡的史料、税赋收支、在籍官员、政务得失，你所能想到的记载都在这里了。那大哥日后在此处当值，岂不是将整个大周都了解得透透的？大周如此之大，全都了解绝非易事。况且有些资料也不完全准确。大哥，武能上马打胜仗，官能室内解天下，小弟佩服。三弟，多年不见，我发现你长了个本事啊！哦，什么呀？拍马屁。父亲，看到什么了？从这本州郡日志的记载来看，这个州的土地很贫瘠，常年闹灾荒，治理起来应当比定州更为困难。我看看。大哥，看来治理一方州郡也并非易事，不如也让我进这灵芝馆跟您做事，学习学习。父亲，我也想来，您带我来吧。也好，将你们两个放在我身边，我也较为放心。他俩干得不错啊。改日我便去向皇上请奏，调你们二人来灵芝馆。谢父亲，多谢大哥。还是母亲为丽华梳的头发最好看了。我的丽华长大了，母亲变老了。等母亲老了，丽华要为母亲梳头啊。那当然了，我要一直陪在母亲身边。女大难留啊，等你长大了，嫁人了，哪还管母亲啊，只会管婆家了。母亲，你又拿我取乐，我才不要嫁人呢。到时便由不得你了。大夫人，小姐，太子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太子说想请小姐去郊外骑马。骑马？正是。他倒是花花肠子一堆。母亲，我去吗？皇后与我不睦，皇帝与你父亲不睦，依我看你别去了。可是母亲，若我们家与皇家无半点关系，日后也是无所依靠的。你是孩子，你们依靠着父母便好了。母亲，丽华已经长大了，该为这个家分担了。福叔，回了他，我去。是，小姐。丽华，等会儿，本宫。走啊！丽华，你慢点骑。走啊你！本宫跟不上你们。阳光，你们慢点儿。驾！丽华，你等等本宫。阳光，你俩骑那么快干什么？本宫追了半天都追不上你们。给你。啊！殿下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也不知道躲一下呢？那么笨。本宫没事，一点都不疼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及世家。哦，佳姐是在考您的诗书呢。
是啊。太傅教过本宫这首诗。这首诗的意思就是，它就是桃子没有李子好吃，对吧？那是杏子，梨。哎呀，堂堂男子汉哪有那么多空闲去学那些女儿家的诗词？有精力我们多去骑马，练练弓箭，这样才能保家卫国，是不是男子汉？经典能流传，必有他为人处事之道，以史为鉴，才不会犯前人之错。只以武力征服，那只是莽夫所为。我杨丽华自小阅览群书，不说学富五车，但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喜欢与人谈论古今，畅谈典故，反观人生。自小敬佩才子豪杰，也最思慕这样的男子。阳光，你姐姐方才那段话什么意思？本宫一句没听懂。太子殿下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小女子先告辞了。丽华，丽华，殿下，丽华，佳姐就这脾气，你可千万不要怪罪啊！这该怎么办呢？殿下莫急，佳姐这是在给您暗示呢。您成了她心中的那种人，她自然就对您倾心了。太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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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傅！哎呦！殿下，你轻点，轻点，老夫这身子骨受不住啊！哎呀，本宫心急呀！太傅，本宫要读书，赶紧教我读书。什么？你要读书啊？啊！老夫该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睡糊涂了你啊！以前你天天说本宫不思进取，还去向父皇告状，怎么了？今日本宫要读书，你不教？老夫不敢，老夫不敢。教就行了，不敢。就这本，从哪开始？快点！好，老夫不敢，老夫不敢。哎呀，太子，你若真想读书，那可是大周之幸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听不懂。就这个啊！对，殿下想诵读一遍给我听。桃夭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皇后，皇后，为何慌慌张张的，越发没有规矩了？千雪该死，可是皇后，太子他……太子出了什么事？听说太子在天德宫苦读，3日都没有出宫门了。云儿为何一夜之间变得如此用功了？要不皇后您亲自去看看。万乘之国，视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视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立，不夺不厌。未有人而疑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烈？好啊，殿下你进步很大。谢天谢地，一定是列祖列宗保佑，云儿终于要成器了。好，背完了这本，再拿本新的来，快！好。母后，儿臣参见母后。老夫参见皇后。免礼了。太傅，云儿今日功课如何？哎呀，
殿下本来就天资聪颖，如今又肯用功，进步神速啊！好了，云儿，你懂事了，母后也便放心了。母后，从今往后，云儿不会再让您和父皇担心了。云儿一定会奋发读书的。好，这都是太傅教导有方。千雪，传本宫懿旨，太傅劳苦功高，赏银100两。是。谢皇后恩赏。只要你用心教导晕儿，这点赏赐不算什么。皇后，老夫必定会竭尽全力，绝不让您失望。母后，还有事吗？没事，儿臣要继续读书了。母后耽误你读书了，那你继续。母后先走了。儿臣恭送母后。恭送皇后。哎呀，快拿去啊！新书。快点儿。臣妾参见陛下。来了。陛下，这是臣妾亲自为您炖的参汤。您已看了半日的奏章了，也该歇息歇息了。哼，说起来还真是有些饿了。看你的样子，似乎有什么好事啊。陛下，您没听说吗？宫里全都传开了，咱们的晕儿转性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臣妾方才去看晕儿，太傅直夸她天资聪颖，进步神速。看来晕儿终于肯用功读书，她真是懂事了，知道啊替陛下分忧了。若是真的才好啊，也好不了3日，便打回原形了。陛下，您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亲儿子啊？虎父无犬子，您不能这么说他呀。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，这个孩子能不能成大器，还不好说。一定会的。以前呢，晕儿是有些顽劣，可如今不同了，他懂得轻重了。对了，说起晕儿，他也过了婚嫁的年纪，您说要不要为他娶一位贤惠的太子妃？一来可以好好照顾他，二来也该让他收收心了。你若不提起，朕倒真是给忘了。这些年，他顽劣成性，朕也没心思为他找。好，那这次便依皇后之意，改日朕便下旨，全国5品以上官员，家中凡是有适龄女郎的，都送进宫中，由皇后甄选。到时你便好好为他选一个吧。您就放心交给臣妾吧。此番回长安，见到了皇帝，又在房间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传闻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呢。谁啊？宇文护。皇帝如今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，而我们已经得不到他的信任了。大概，当权者的悲哀，莫不如此。失去了相信人的能力，便是这个位置的代价。不只是当权者呀，为人臣子亦是如此。只要是这朝堂中人，皆避不开这个诅咒。我也是。向皇帝隐瞒了藏经一事，就是因为对他不信任。大郎，今后这件事别再说了。
会招致大祸的。时机未到，藏经一事就当不存在。夫人说的对。从今往后，我便在林芝馆好好当差，尽我的本分。其余之事，能不掺和便不掺和。只要我们杨家一家平安便好。只怕你不想掺和，也得掺和。一旦卷入这权力的漩涡，谁又能置身事外呢？大郎，既是逃不掉，那便不逃了。既然与他对抗的力量不够，那我们便积蓄力量。此话何意？日后你便明白了。哦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太子似乎对丽华有点心思。我在想，此次的太子选妃，我们要不要掺和进去？可这样是否又太功利了？我好像在利用自己的女儿。什么时候我竟也有这样不堪的想法？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太子妃的事情，我也有所耳闻。原本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毕竟我们杨家与皇家的关系那么微妙，躲还来不及呢。我们的丽华若对那个太子没有好感，那我们便可顺理成章地避开。可是，若是丽华自己喜欢，那你我作为父母能做的，也只有视情况而应对了。是啊，他幸福就好。丽华，母亲，在读什么书？《刺客列传》。看这个也能看得如此高兴。母亲，我是想到太子那日的傻劲儿，就觉得有趣。丽华，你还记得小时候，那个太子也像这样围着你团团转吗？那时候我讨厌他，觉着他特别自以为是。那你如今对他的看法呢？从前年少不懂事，但是女儿如今长大了，心里清楚他是未来的天子，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。来，那你可知这太子对你的心思？坐。我知道。那你打算如何处理呢？母亲，从小到大，我眼见我们杨家经历的种种事情，虽说从前不太明白，但也常常提心吊胆。父亲被皇帝排挤，皇帝无非是担心父亲功高震主。为了避嫌，我们一家远走定州。如今虽说回到了长安，但是皇帝仍未对父亲放下戒心。我们杨家表面风光，却并无实权。一旦遭祸，根本没有回天之力。你怎会懂得这些？母亲，丽华虽是女儿家，但感受不分男女，只需用心观察，便不难领会。你的意思是，如今太子对我有意，我若能成为太子妃，这对于我们杨家来说，也是多了一道屏障。皇帝即便想要对付父亲，也要顾及到太子的颜面。我若能在宫中稳固地位，这对于杨家来说，也便多了一分安稳。不过母亲还是要问你一句：你喜欢那太子吗？世间的情感，有一见钟情，亦有
日久生情。母亲，女儿的幸福，女儿自己会去创造的。母亲和父亲最希望的便是看到你能幸福。母亲，女儿长大了，女儿一定会幸福的。陛下，这4位女郎是臣妾精心挑选出来的，陛下以为如何？各有千秋啊，朕相信皇后的眼力。只可惜咱们晕儿连看都不肯看一眼，偏偏对那杨丽华痴心不已，还非她不娶。这点倒跟你很像。杨丽华，杨丽华，杨丽华，你给本宫出来！杨丽华，你给本宫出来！杨丽华，参见殿下。殿下前来所为何事？他为何不去参选太子妃？啊！杨丽华，你给本宫出来！杨丽华，丽华，殿下既然来了，那我便说说我的想法。你说。我与殿下自幼相识，但并不了解。几次相处下来，殿下并非是我中意的男子。丽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，本宫就变成什么样的男子。那好，若想让我参选太子妃，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若不答应，我便不会娶。答应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话别说得太早，我要说的可是很难做到的。丽华，若能娶你为妻，夫复何求？任何事情我都答应你。那好，第一，从今往后，你的心中只许有我一个人，对我一个人好，就像我父亲对我母亲那样，忠贞不渝。丽华，我保证，我的妻子只有你一人，至死不渝。第二，我不想做的事情，你不能逼我去做。丽华，我是多么的爱你，又怎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呢？那好，这第三嘛，以后你要每日背一篇先贤的文章，我会考你，若背不出或讲不通的话，不许睡觉。啊？不答应，带殿下走吧。别！我答应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。殿下，陛下正在里面不愿奏章呢，您容奴才先通传一声。滚一边去！父皇，混账东西，你是越发没有礼数了。父皇，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父皇？你还知道自己是太子？父皇，我……你什么你？父皇，儿臣有人命关天的事要求您。人命关天的事，就是你要娶杨丽华为妻。正是。混账！区一个女郎，就人命关天了？你是愈发有出息了啊！父皇，儿臣对杨丽华一见倾心，此情不移。若是今生不能娶杨丽华，儿臣便一辈子不娶了。大胆！朕看你这个太子也是不想当了。父皇，您没事吧？父皇。太子若娶了杨坚的女儿，会如何呀？陛下，没事吧？朕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成器的儿子？罢了，你要娶便娶吧，朕也不想管你了，滚出去！父皇，您的意思是儿臣可以娶杨丽华为妻啊？宝贵，快走！父皇这是答应我了。快走！
安德，奴才在。封隋国公杨坚之女杨丽华为太子妃，其余4人皆封为太子妾妃，收宫留用。遵旨。陛下，听说您下旨，让玉儿娶杨丽华为妻。是。臣妾不同意。朕知道皇后所顾虑之事，但你可知，朕为何做此决定？好，臣妾倒要听一听。除了放不下那独孤伽罗，陛下还有何心思？杨坚虽收敛锋芒，但朕仍心有余悸，始终无法对他放心。无奈放走杨广，朕已失去一枚棋子。若是杨丽华嫁入宫中，杨家安分，他则平安；若是杨坚有所异动，我们也不会无棋可下呀。您当真这么想？当真。那好，这确是牵制杨家的一步好棋。陛下能下此决定，臣妾心里是安稳了些。皇后啊，你真是多虑了。这当真就是我的命吗？我当真可以幸福吗？一入宫门，深似海。从此，命运如何走向，丽华难以预料。但丽华不后悔，只求上苍能保佑我父母兄弟平安喜乐，保佑杨家枝繁叶茂，兴盛长久。下去。是。终于等到这一日了，丽华，今日是咱们俩的大喜日子，来。急什么？忘记我与你说过的话了吗？什么话呀？婚前的约法3章，看来殿下忘性真大，那我便要常常提醒提醒你了。丽华，丽华，那4个妃子是父皇妃逼着我娶的，我才不喜欢他们呢。丽华，我最喜欢的只有你。我说的可不是这个。那还有什么呀？就请前背一篇文章给我听听。背文章？怎么，你后悔了？男子汉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难道你要食言吗？哎呀，丽华，今日可是咱们两个大喜的日子，背书这事儿明日再说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丽华。好，背就背，就背1篇啊。
儿臣向父皇母后请安，父皇母后万福金安。父皇母后请用茶。起来吧。初到宫中，你可还习惯？回父皇，有母后与殿下的关照，孩儿一切皆好，谢父皇关怀。难得你起得这么早啊，但愿不是一时兴起，需持之以恒啊。父皇，如今不是有丽华了吗？她每日在旁督促儿臣，儿臣日后一定会早起的。堂堂太子，起个早还得旁人督促，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。不是，这我这不。殿下的意思是，孩儿习惯早起，殿下便陪同孩儿一同早起。啊，陛下，是不是到您早朝的时辰了？这是该走了。太子既已娶妻立妃，也是时候学习处理朝政了。明日起，你便随朕上朝吧。谢父皇。恭送陛下，恭送父皇。前几日便听丽华说，岳母煮的茶那是一绝，今日有幸尝到，果真是令人口齿生香啊！殿下若是喜欢，日后可常来府中小坐，我泡给殿下喝。如今殿下已临朝学习政务，想必日后会更为繁忙。丽华，好好学学煮茶。日后殿下想喝，便由你来煮。岳丈，千万不要再提政务之事了，本宫求求你。本宫今日好不容易出宫来清静清静，别再提政务，别再提政务。近来殿下日日夜夜学习朝堂之事，有些累了，故而今日出宫，想休息休息。啊，是，哎呀，每日都十分疲惫。不过说来说去，全都是打打杀杀之事。本宫就不明白了，这天底下的男子，十有八九都喜好那打打杀杀之事。这死人的事有什么好的？既有战争，自有杀戮。我不杀人，人便杀我，岂容得我等在此说什么喜或不喜欢？殿下，你是因为还未上过战场，不知战场之残酷。岳丈说的是，殿下日后是一国之君，身为一国之君，懂战事，有作战经验，自然很重要。将来遇上战事，方能成为将士们的主心骨。若不然，怕是只能六神无主了。当今圣上便是久经沙场之人，所以才能够率领大军灭齐国，统一北方。本宫自然无法与父皇相比。经验都是积累出来的。皇帝在你这般大的时候，也是常上战场，才有今日的功绩。若皇帝知道殿下有心学习于他，必定会龙心大悦的。那岳母的意思是，本宫应该上战场？若殿下愿意，我倒认为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。一来可沙场立功，阻挡犯境之敌于国境之外；二来可树立殿下的威信，赢得朝臣的敬重；三来可为皇帝分忧，得皇帝信任。好了，饮茶闲叙，难得清静，大家别说政务了。殿下，请喝茶。好。大郎，你可还记得这个地方？怎么会忘记呢？这可是我们的相亲之地啊！好久都未能出来走一走了。看来我日后得多带你出来走动走动。恐怕
若不是有事，某人也不会有闲情逸致带我出来走动了。怎么，无事便不能带你出来走动了吗？这么说，真的是有事了？哎呀，什么都瞒不过你啊！我只是想问你，你建议太子出征，究竟是你心里早就打算好了的，还是话赶话说出来的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不大，只是想知道你心里究竟是如何想的。这太子一直不得皇帝欢心，丽华又是太子妃，我是担心两个孩子受委屈。所以你想让太子出征战场立功，以得圣心。太子是真心喜欢丽华，若他得了圣心，便能更有力地保护丽华。自然还有杨家。你还是不放心皇帝？那你放心吗？连你也不放心，所以我们更要竭尽所能的为杨家罩上层层的屏障保护。你与我成亲以来，都没能让你过上一天踏踏实实的好日子，是为父对不住你。明明是我给杨家带来诸多麻烦，你却总是这么说，我心里更加愧疚了。你何必心中有愧？你若再有所愧疚，我就更不心安了。那你别这么说，我便不会愧疚了。好好好，哎，你我夫妻一体，彼此何须客气？怎么了？他们弹得不好听啊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想起有人说要弹一曲《天高》给我听，却整日里都埋首林只管。想必那个人是忘记了。答应过夫人的事，怎么会忘记呢？且等着吧。启禀陛下，边关来报，吐谷浑近来屡屡侵犯我大周边境，杀人夺财，使我边境人心惶惶。臣请陛下恩准臣带军队前去杀敌卫国。小小的吐谷浑竟也敢主动滋事。好，尉迟将军，那便由你带兵前去威慑一番吧。是。若皇帝知道殿下有心学习于他，必定会龙心大悦的。哎，等一等，父皇，此等小事就不必劳烦尉迟将军了。小小吐谷浑，请父皇准许孩儿率兵出征。你以为出征是闹着玩的吗？退一边去。父皇，儿臣知道出征绝非儿戏，故儿臣近来已熟读兵书。古人皆云，不可纸上谈兵。此次出征吐谷浑，正是儿臣带兵历练的好时机啊！望父皇成全。陛下，太子殿下能有此番壮志雄心，为陛下分忧，实乃好事。臣以为，让太子殿下到战场上历练一番，也未尝不可。高司徒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你如此鼓动殿下上战场，是何居心啊？国家所需，太子有心出力，你却问我有何居心？我还要问你有何居心呢？好了好了，本宫是自愿出征的，你们二人吵什么？真是莫名其妙。父皇，儿臣真的是护国心切，想为父皇分忧，望父皇成全。你是太子，你的安危确实事关重大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众卿若无他事，退朝吧。哎，退朝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启禀陛下，太子在殿外求见。看来他决心很大呀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父皇若不答应儿臣出征，儿臣便长跪不起。你竟有此般决心，
说吧，是谁教你的？没谁啊，是儿臣自愿的。哼，你是朕的儿子，朕会不知道你吗？你若不说实话，朕是不会答应你的。你要跪，便跪着吧。是随国公夫人建议儿臣出征的。但是，即使旁人不教，儿臣也愿意为父皇分忧啊，是儿臣自愿的。他此番居心何在啊？难道他连你也想左右了吗？不，父皇，儿臣的性子，父皇您还不知道吗？岂是一介女流能够左右的？独孤伽罗可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。父皇，儿臣自知能力不济，父皇不放心儿臣出征。但儿臣若不出去历练，何时才能如父皇所愿独当一面啊？儿臣知道，父皇您在儿臣这般年纪之时便常常出征，所谓“五父无犬子”。哎呀，您便相信儿臣一次吧。此次吐谷浑胆敢进犯，儿臣以太子之身份前去阻击，必定给其极大的威慑，令其不敢再来进犯。哎呀，儿臣有些护国，望父皇成全。哎呀，父皇，你若还是不放心的话，可让朝中大将随儿臣一同出征啊，儿臣也好多加学习嘛。朕也觉得你该好好历练历练了。既然你有心，如今又有一个好的时机，那你便去吧。多谢父皇，儿臣定不辱使命。走吧，宝贵。岳丈，本宫今日前来是想向你讨教攻打吐谷浑之事。吐谷浑的人颇为狡猾，殿下若想主动出击，恐怕会扑个空。啊？为何？因为他们自知人少，敌不过我军，故而通常会采用避攻而逃、隐匿谋诈、扰军士气，此类令人晕头转向的战术。那怎么办啊？妙计呀，岳丈，妙计呀！不过父亲，我们来问您吐谷浑之事，您似乎一点都不意外。其实我一早便得知了太子殿下主动请缨出征吐谷浑的消息。我也曾出征吐谷浑，看到你们二人一同前来，心中便已猜到，一定是问有关出征之事。知女莫若父。岳丈，你既懂军事，又能治理州郡，如今却在这小小的灵芝馆里边，未免太屈才了吧？待本宫得胜归来，一定向父皇请命，为岳丈调职。多谢殿下抬爱，只不过为皇帝分忧，在哪里任职都一样。如今我在这灵芝馆，每日与各州的官员一同研究商讨治理州郡之法，倒也收获颇丰啊。殿下，顺其自然便可，不必为我劳心，去皇帝那里讨要好处。啊，这……可是父亲……殿下，我再为你画一幅我大周与吐谷浑的边境地图，好让你提前做个准备。啊，好。他会平安归来的，你别担心。母亲怎知我在想什么？
母亲又怎会不知道呢？以往你父亲每次出征，我也是像你这般表情，这般心情。可是父亲的功夫比太子好，又懂战术，能保护自己。但是太子除了一腔热情，别的好像没有了。正因太子经验不足，所以才要多加历练。说不定此次战场拼杀后，他能够成为真正的男子汉。而且待他得胜归来，在朝中的威望必定大增，皇帝也不会像以往那般轻视于他。你在宫中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敬重。我知母亲是为我好，义父一定会保护好太子的，是吧？皇帝正是因为担心太子，所以才派你义父随行，你便安心等着他回来吧。嗯。母亲笑什么？之前母亲担心你若成亲后还不喜欢他，那日子过得必定是不开心。如今母亲见你如此担心他，知你心中自是有他，所以母亲很高兴。其实太子除了有些不上进以外，倒也是个不错的人，待我也挺好的，我的心便不知不觉地偏向他了。这太子肯为了你们的前程上战场，怎么会是不上进呢？我的丽华呀，只要他待你好，那母亲也就安心了。结实了，哇，这个特别沉。你看这个，旁人都没有，只有我有。哈！丽华，带我凯旋，你再帮我亲手放上去。嗯。放心吧，啊！哎，殿下，二位将军，我们来商议一下战术。走。来这边。殿下，这边一路奔忙，您想必很辛苦，是否先休息一下？哎呀，不用，我们办正事要紧，办正事要紧。殿下说办正事，那我们就先办正事。哎，看看啊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吐谷浑步兵众多，且扼守易守难攻之有利地形，我军远来疲惫，他们可以以逸待劳，故而，本帅认为这场仗我们只能智取，不可强攻。吐谷浑的人可颇为狡猾，殿下若想主动出击，恐怕会扑个空。啊？为何？因为他们自知人少，敌不过我军，故而通常会采用避攻而逃、隐匿谋诈、扰军士气此类令人晕头转向的战术。那怎么办？佯败。明日晌午，杨将军，你率8000兵力先跟吐谷浑的军队打上一仗。是。记住，只能败，不能胜。不能胜？为何？配合他们的战术，待他们以为我军真已晕头转向之时，将他们诱入北国境内，再命人假扮吐谷浑的骑兵，偷袭北国边境，引发北国对吐谷浑的愤恨，到时便可借北国之力，与我军前后夹击。彼时，便是吐谷浑兵败之时。殿下，妙计！哎，不算什么。哎，杨将军，来，明日虽是让你佯败，二弟，但是这背后的军师当得不错嘛。
撤！公元578年3月，周国太子宇文赟率军回击范境之吐谷浑军队，使妙计借北国之力，以极少的伤亡大败吐谷浑。首次出征的他，一战成名。呀！你慢点吃。云儿真是长大了，不但能主动请缨去打仗，还能打个大胜仗回来。孩儿也是为了日后跟丽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，我才去的。为了日子能过得好一点，这是何意啊？母后，孩儿的意思是，我主动请缨去打仗，得胜归来，父皇他就不会看不起我了，这样我与丽华今后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心一些。云儿，这建功立业应当是一个男子汉毕生的志向，你身为太子，更该有顶天立地之志。此次出征，你虽然凯旋，但若只为了儿女私情，那母后便不得不说你眼界太小，切莫像女儿家一样小家子气。哦，殿下的意思是，所谓治国必先齐家，先稳固了我们的小家，他才能全心的为国之大家而拼搏。你倒是伶牙俐齿，跟你母亲一样。丽华说的就是我想说的，母后。这治水嘛，儿臣记得东汉有2位精通地理的水官，一位叫王吴，另一位叫王景。他们2人采用堰流之法治理渠道，使黄河之水不再为害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大儿臣想一想啊，还有，这治水如打仗一样，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，但也需依照实际情形，灵活机变。是父皇。但灵活机变的前提，是要好好去了解前人的经验。是父皇。儿臣回去之后便去临直馆翻阅典籍，儿臣听说那有不少的治水记载。哦，你跟那儿的人很熟悉啊？岳丈不是在那儿吗？儿臣和丽华偶尔会过去，便与他交流交流。交流交流。交流之后觉得如何呀？儿臣觉得岳丈的确不一般，他不但懂得行军打仗，又懂得治理州郡。至于抗灾治水之事，好像也不在话下。哎，父皇，你说像岳丈这样的人才，只安排在这小小的临直馆，是否太屈才了？此话是谁教你的？杨家人教你这么说的？朕早就知道，他们杨家绝非善善之辈。没人教儿臣呢，父皇。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才最可怕。你看看你，还敢说你不是他们家的人？凭你那简单的脑袋，如何看得出他们的手段？朕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不许插手杨家的事，否则你早晚被人玩弄于股掌。是父皇。哎，父皇，你又滚！宝贵，走。杨戬，这凭什么呀？
骂我，无缘无故就骂我。自古以来哪有太子像我这样的？气死我了！殿下，殿下莫生气，莫生气，气大伤身，气大伤身呢。干什么？如今连你也管我了啊！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参见殿下。太伯，殿下，这是谁惹您生气了？没谁。看着殿下不高兴，微臣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。很快便是正月15了，4位夫人准备拜祭月神，为陛下、皇后还有殿下祈福。为此，他们还特意编排了祭祀时用的踏月舞，命臣去看看。不如殿下也随臣去观赏观赏。不去。踏月舞有什么好看的？殿下，这踏月舞可不是无趣的祭祀之舞啊，乃是古时祭司与月神通灵时所用的舞蹈，非处子美人不可舞，舞姿甚是惊艳呐。原本已经失传多年，是微臣无意间在一本古书中找到的步法，难得一观呐。不就是个舞吗？看你说的玄乎气玄的。哎呦，殿下，观舞还是其次，您是不是该去看看4位夫人了？自成亲后，您似乎将4位夫人都给忘了吧？殿下，如今您也身居朝堂了，那4位夫人的父亲多多少少还是能为您做一些事情的。倘若您一直冷落他们，恐怕他们的父亲心中多少会有一些想法的呀。切，谁敢对本宫有想法？殿下，人心是靠笼络的。这4位夫人的父亲，毕竟都是朝中大臣。您如此冷落他们，那是会影响君臣关系的。到时陛下还不是要怪罪于您？行吧，跟你去看看也无妨。殿下请。下去。你们这舞姿行啊！殿下，听闻殿下近来已经开始处理政事，想必很累吧？妾身为您揉揉，放松放松。小手还挺有力道的啊！往上面。殿下，殿下时常看书，双目必定疲累。妾身为您备了一壶菊花酒。这菊花酒呀，有明目之功效呢。妾身敬您一杯。这酒能明目？哎呀，这酒洒了！殿下，您看呀，都湿了。都湿了呀！本宫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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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。
太卜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殿下心系太子妃，诸位夫人还得多加努力才是啊。太子妃，又是太子妃，哼！怎么突然出宫来了？有事？看来事情还不小。母亲，皇帝与父亲是否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？为何突然这么问？昨日太子请求皇帝为父亲调职，却被皇帝痛骂一顿。若不是曾经有过不愉快的事，只是调职罢了，他们又是结拜的兄弟，为何皇帝会如此大动肝火？他还是没放下。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有些事情是时候让你知道了，这样你日后在宫中才能够更加小心。母亲，到底是何事啊？启禀陛下，因上次殿下妙计，诱吐玉魂军队入北国，北国察觉后，认为自己被利用，故近来多有进犯我大周边境，似故意挑衅。尉迟将军，你此话何意啊？你的意思是本宫做错事了？臣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些年，北国境内各部逐渐四分五裂，内力消耗过大，国力已大不如从前，甚至军队供给都有问题，故他们寻了个由头，侵犯我边境，抢夺我钱粮。这是他们蓄谋已久之事，绝非殿下之过。那尉迟将军，你以为该如何呀？臣以为，应当派军队前去敲打敲打，但为免两国百姓因战事而遭殃，可先与对方谈，谈不拢再打也不迟。而最合适的人选，便是杨坚，因之前杨坚曾与北国可汗有所往来，而北国也曾派兵相助杨坚所率的伐齐军队，故臣以为，你难道不知道杨坚现于临直馆做事吗？比起战场，临直馆更需要他。父皇，儿臣愿再次率军出征。那个北国的达头可汗啊，是儿臣的舅父，儿臣去找他好好谈谈。如若谈不拢，再打也成啊。再说了，儿臣也有打过胜仗的经验啊。这次又是谁鼓励你出征的？啊？北国不比吐玉魂，你以为是你耍点小聪明便能打败的吗？只不过是打了一场胜仗而已，就敢如此轻敌？你是太子，是一国储君，被人随意怂恿一番，就嚷嚷着要出征啊？有没有半点自己的想法？朕还能指望你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一去小打小闹，很有可能会毁了朕的大计。儿臣愚钝，不知父皇有何大计？你能知道什么？正如尉迟将军所说，如今北国内部四分五裂，国力日衰，是时候该拓展疆土了。故朕决定亲征北国，扬我国威。哎，二弟，出大事了！皇帝要出兵北国，还要亲自挂帅。北国又侵犯我大周边境，可不是嘛？这刚打完吐玉魂，现在又要打北国。我们都说了，可以先采取柔和手段来平息两国一触即发的战争。哎，但皇帝坚持要征伐呀，我们是想不出什么招来劝他了。你可有办法？恐怕难了。为何？
皇后刚才召我进宫，也正是为了此事。她以百般请求皇帝不要再大动武力，可皇帝根本听不进去。皇后问我有什么办法，我一时也想不到。这个皇帝真是太固执了。要不我去劝劝他，或许有用。哎，不可，二弟，我们是来找你商议的，不是让你去以身犯险的。哎，什么以身犯险？大哥你言重了，我是去劝谏。你们放心，没事的。大郎，我觉得不妥。皇帝现在不想见你，你还是不去的好。伽罗，你怎么也跟大哥一样？你们放心吧，劝不住我也会没事的。如果劝得住，岂不是皆大欢喜的事情？好了，在家里等我吧。啊，哎，二弟，二弟。为何偏偏只有他来劝呢？隋国公，陛下若想见你，早传你了。你看你等了那么久，陛下都未松口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见不到陛下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隋国公，你又何必如此固执呢？待会儿惹得陛下不高兴，你可担待不起。你也莫让我们为难了，还是回去吧。你一直这样跪着，陛下不想见你，你也见不到。隋国公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隋国公，还是回去吧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此事事关皇帝的安危和整个国家的前程，你若一再阻拦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陛下，臣知道，陛下不愿意见到臣，但臣还是要说。臣说完，甘愿受罚。北国地处苦寒之地，地广人稀，衔接不宜。我大军入京作战，供给将会变得十分困难，且马上便要入秋，那里天气变化非常之大，而我大周的将士根本就不适应那样的作战环境，势必严重影响士气。即便陛下决定要征讨北国，也不应该选在此时，这样对我军甚是不利。隋国公，你看，你说了那么多，陛下还是不理你，所以你还是回去吧。陛下。安德，你觉得隋国公说的有理吗？奴才觉得不无道理。毛浩，你觉得呢？好像有点道理。隋国公，你看，这安德和王贺都明白的道理，朕会不明白吗？你说的这些，朕已经考虑过了，朕自有应对之策。你就无需担心了。可是，好了，朕该如何打仗，该何时打，无需你教。当初伐齐，你们便多有反对，如今你们又反对征伐北国，只不过是鼠目寸光罢了。朕是皇帝，朕心中自有想要成就的霸业，岂是你们能懂的？你回去吧。隋国公，回去吧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
陛下，这风刮得蹊跷，不如我们一阵风而已。传朕令，继续前行。臣遵旨，继续前行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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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到底如何？皇帝要不要紧？回禀皇后，陛下早年留存在体内之毒尚未排尽，长期日夜操劳，近来本就体弱气虚，加上情绪急躁不稳，怒火攻心。大军出发之时，刮起蔽日风沙，寒气侵入陛下龙体。你就说皇帝到底会不会有事？皇后，臣等已无力回天。皇帝绝不能有什么事。如若皇帝有什么事的话，你们都别想活了。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醒过来好不好？哎呦！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伽罗。伽罗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说伽罗？伽罗，那我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伽罗，伽罗，安德，在。屈清，独孤，伽罗。是皇后。我帮你把他请来了，那你醒过来好不好？醒过来好不好？传皇后口谕，急召随国公夫人独孤伽罗进宫。臣妇领旨。云儿啊，父皇，朕怀疑啊，宇文护留有一批数目巨大的藏金，可这些年却一直找寻不到。你要继续查下去。朕走后，你要谨慎行事，不要轻易相信杨戬，要好好守住大周的江山。儿臣知道了，父皇。儿臣知道了。启禀皇后，随国公夫人到了。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。他一直等着你呢，你跟他说说话。陛下，伽罗来看你了。伽罗，临走前能见你最后一面，朕很高兴。陛下，朕这一生坎坷曲折，高
寒低谷都经历过了，虽然还有一统天下的理想未能实现，于今这境况也足够了。朕这一生最后悔的事，陛下，伽罗，未能与你成亲，相伴终老，是我这一生、这一世最遗憾的事。原本该是我陪你雪夜煮酒，该是我陪你青丝渐白，本该是我护你一世周全的。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终究是于事无补了。陛下别说了，您好好歇息。这些年斗来斗去，不就是为了让你多在意我一些吗？哪怕是恨也好，你好歹也是忘不了我的。我在你这里，永远都是输家。余生还长，我不能在远处守望着你了。你要多保重啊！你的阿勇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伽罗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勇，伽罗原谅你了。